从今日起，吴长老退居幕后，不可插手宗门要事。为什么？若不是看在你父亲的面子上，你觉得还能坐在这里吗？当时武延荣接了敲打柳灵染的任务，但是圣主提醒了一句，不要把事情闹大。可是武延荣并没有把圣主这份话放在心上，根本看不起小地方来的人，狠狠地羞辱了一番柳灵染。要不是这样，缥缈宫又哪能丢这么大的脸？你应该庆幸你有一个好爹，不然你活不了多久。那时候武延荣还想对陈清源出手，圣主差点就动了杀心呢。一旦要是陈清源有恙，他缥缈宫将永无宁日。圣子那边怎么处理？都怪本座考虑不周到，这才闹到这般田地，里外不是人。他既是圣子，便要承担起缥缈宫的责任，并非是圣主之错。缥缈宫的众位高层并不觉此事有何不妥，即便陈清源闹了一场，众人还是认为柳灵染配不上长孙枫叶，因为柳灵染不是道医学宫的弟子，只是玄清宗的人，自身并没有顶尖天赋，又无极深背景。圣子离心对缥缈宫的未来将会造成极大的影响。相信圣子肯定能理解宗门的苦心呢。实力才是最重要的。他努力参悟禁术之道，融合两种人格，若是能有所感悟，长孙枫叶便可达到开派先祖的境界，天资更上一层楼，未来可期。如此一来，缥缈宫上下也不再会做出这等混账事了。这么大的地方，上哪儿去找呢？就给了一个大致的地点，剩下的还得我自己慢慢找。一颗巨大的星辰上，姓氏为常的人是多如牛毛。常家不好找啊。有反应了。陈清源大喜，拿着血玉朝前方走去，越是往前，光芒闪烁的频率就越快，加快了脚步。外村人，快去告诉村长，来了一个外乡人。二丫头，别过去玩，危险。村里人尽皆是淳朴的百姓，身上没有任何的灵气波动。红衣姑娘的固有血脉会是在这儿吗？接着他感知到了一丝修为的波动，立刻探查。有些熟悉，有熟人在这儿吗？陈清源疑惑了，注视着村子的深处。是你？你怎会在此？村长老祖，就是这个外乡人。这是我的朋友，不用担心，都散了吧。哦，原来是村长的朋友啊！那没事了。跟我来。一间简陋的竹屋，院子内摆放着木桌木椅，种着一些花花草草。常子秋，这是你家？废话。没错，此人便是北荒十杰之一的常子秋，当初在百脉盛宴大放异彩。等等，你姓常？唤出常子秋这名字的一瞬间，陈清源感知怀中玉佩的反应，蓦然有了一个猜想，应该是不会错了。你想说什么？还有，你为何来此？我说路过，你信吗？这地方如此偏僻，你若是没有目的而来，觉得我会相信吗？常子秋和陈清源打过照面，不过并不熟，准确的来说是被陈清源揍过一顿。所以我确实有事儿。为了你。我？这话是怎么听都感觉怎么怪。不要胡思乱想，我对你这个人不感兴趣，有事儿找你。何事？这个东西给你。什么意思啊？不知为什么，在看到这血玉的一刹那，常子秋内心就咯噔一下，就好像是触动了什么羁绊，那种感觉很难以描述。受人所托，将此物交给常家的后人。我连自己是谁都不晓得，你怎知我就是你要找的常家后人呢？他自小流落在外，被落霞村的老村长收养长大，
后来凭借自身极高的天赋闯出了这小山村。他历经了无数人想不到的困难，一步一步地走到了北荒同辈的顶尖，位列10杰之一。老实说，我不晓得什么长剑，也不清楚这块玉佩意味着什么。不过我答应过一个人，要寻到常家后人，一旦寻到了人，玉佩自会有所感应。你受了何人所托？常子修想从这儿得到一丝线索，看看能不能弄清楚自己的身份，甚至是寻到父母。这个就不能说了。不过我能告诉你的是，那人与你的祖上可能认识，与你现在的亲人肯定毫无瓜葛。你确定没找错人吗？肯定没错。我从小在落霞村长大。接下来常子秋讲述了自己的人生。听着常子秋的这段自述，陈清源算是搞清楚状况了。难怪常子秋会住在这么偏僻的平民村落，不由间陈清源对其产生了一丝敬佩。你慢慢研究吧。谢谢。常子秋注视龙形血玉，他有种莫名的熟悉感，真诚的道谢。不客气，东西交给你了，我就先走了。以后要是碰面，咱们可以坐下来喝杯酒，交个朋友。走了。大势已至，但愿这一次能看到希望吧。神桥断，彼岸难。100万年前天地巨变，人世间的最后一位大帝其名太微，逆天而行也改变不了局面，最终以身镇压神桥，为后世修士留下了一丝跨桥的机会。老哥。兄弟，我想死你了。这是我特意给你带的美食，看看合不合胃口。谢谢老弟。院长回来了，为何还没有解开你的封印啊？哎呀，别提了。院长说我太废物了，几千年都没能破开封印，活该被关着。与老赵相比，被关起来其实也没啥，图个清静，至少不用挨揍。黑蟒是院长养的宠物，从小就用各种零食榛果喂养，跟养了一败家子儿差不多。有道理。哎呀，不说这些了，免得被院长听到了。估摸着还有几百年吧，我就能闯出这道封印了。到时候咱兄弟俩四处逛逛，尝遍天下美食。肯定的。待了数个时辰，陈清源得离开了。哥哥记着你的好，以后肯定报答你。可别看黑蟒被困在这儿，要真等他出去，那些活了几万年的老家伙不出面，怕是没几个人能奈何他。兄弟之间说这话就见外了。陈清源笑了一声，挥手告别。师兄。宋师妹。见过师兄。别，千万别。你突然这么礼貌，我很不适应，还是老样子吧。哦，师兄喜欢高冷的女生，是吗？胡说八道，别扯这些。你来找我啥事儿啊？没事儿就不能来找师兄了吗？没事儿你来做什么呀？难不成对我动了歪心思？去你的，别自恋了。我是想代表宋家向你道歉。地州的那天局面太过可怕，宋家的随行长老不敢惹上麻烦，这才袖手旁观，希望师兄可以原谅。用不着道歉，可以理解。我与宋家毫无瓜葛，宋家本就不用出手帮忙。再说了，当时宋家就几个长老，也帮不上什么忙，反倒属于将自己搭进去。师兄不记仇就好。我是那种胡乱记仇的人吗？陈清源觉得自己的品格还是过得去的。应该不是吧？你要相信为兄的人品。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陈清源轻咳了一声，以此掩饰自己的尴尬。同时，陈清源还在脑海中自问了一句：我有人品吗？师妹，你还有别的事儿吗？师兄现在名动天下，听说学宫内的很多师姐师妹想与师兄结为道侣。没办法，谁叫为兄的魅力太高了呢？脸皮极厚的陈清源丝毫没觉得有问题，借此自夸。
那师兄可有中意的人？我被修士当剑指大道，岂能被情爱之事牵扯住了？言外之意是没有一种人。而听到这回答，他略微有些失望，而后又较为开心，至少陈清源心里没有其他人呢。对了，我听说……别墨迹，说。听说师兄以前有一位红颜知己，可惜有缘无分，不欢而散了。师妹，门在那儿，慢走不送。陈清源特别不喜欢被人揭老点，这就好像衣服裤子被扒光了，浑身都不自在。别生气嘛，我就是问问，没别的意思。我可没生气。师兄，你以后肯定能遇上更好的人。但愿吧。我需要修炼去了，师兄告辞。这丫头今天有点奇怪。翌日，白燕宫。师父，啥事儿？我想进入古塔，看看能否登顶。古塔之事一直是赵长老负责，现在他正在面壁思过，等段时间吧。您老没权限打开古塔四周的禁制吗？有，搁在以前的话，为师倒是可以帮你解开禁制。如今院长回来了，学宫高层各司其职，不可干涉。简而言之，于晨然不想被院长抓到把柄，容易挨揍。每天钓钓鱼，品品茶，这日子过得多么惬意啊，何必给自己找麻烦呢？好吧。当然了，你要是有种的话，直接去找院长即可。嘿嘿嘿嘿嘿。算了，未来的日子还很长，还是不要去打扰院长了吧。哼，真怂。师父，搞得好像您老不怕院长似的。为师这不是怕，是对院长的尊敬，还敢调侃师傅，讨打。您老说啥都是对的。没想到你这次出去没多久就回来了，刚好能帮为师一个忙。于晨然从怀里取出一样东西，紧接着这东西飘到陈清源面前，悬浮于半空。师父，这是什么？为师也不知道。那要我帮什么忙？此物来自院长，原本是让为师出门跑一趟，交给某个人。这几日为师有了一些感悟，可能要闭关很长一段时间，所以为师打算将这个任务转到你的手上。于晨然虽然很久以前就接触到神桥，可惜一直没能真正的站在桥上。此次得到院长指点，以及自己多年来的积累，这是一次极好的突破机会。不是还有林副院长吗？陈清源担忧自己出错，没办好院长交代的事儿，那麻烦就大了。院长和为师都将闭关，道一学宫必须要有人坐镇，老林不可外出，以防出现意外。院长此次归来身受重伤，这段时间安排了很多，不能继续压制伤势了，一定要尽快闭关。我怕办不好这件事儿。为师已经和院长打过招呼了，院长认为你小子身怀大气运，肯定不会有意外。师父，我有别的选择吗？师父，这东西要交给谁啊？盒子里面到底放着什么东西呢？不知道。啥？为师不清楚，院长只说了一个大致的方向，南域。还有呢？没了。哼，听到这儿，陈清源顿时就急了，目瞪口呆。没了？南域何其辽阔，星辰无数，万族林立。您老让我拿着这个盒子，到底交给谁啊？这陈清源忽然就觉得，自己跟个二傻子一样。这事儿院长说了，如果你找对了人，盒子上面的禁制就会有所感应，到时候你自然就清楚了。师父，您老这不是为难我吗？放心，没有时间限制，你不用担心这一点。反正你要出门历练，可以去南域逛一逛，说不定就碰上要找的那个人了。哎，您可真会坑徒弟啊。
哼，为师这是给你磨练的机会，不要不识好歹。反正我就碰碰运气，不保证能完成任务。对了，长庚剑仙已去地州，您老和院长也闭关了。要是某些老家伙想对我下手，那我岂不是死定了？目前的情况，倒确实是无人敢对陈庆元下黑手。等到院长闭关以后，那可就不一定了。无上根基的诱惑，要是被某些老家伙得到了，有着一丝可能深入神桥，届时大道有望，何惧世间强敌？这个给你。师父，这是信物。哎，这事说起来有些遗憾。哎，师父，您老别卖关子了，赶紧说吧。陈庆元嗅到了八卦的气味，肯定是很让人振奋。此为定情信物，玉佩原本是完整的，被一分为二。您老的定情信物？以前也没听您提起过呀。而这东西你给我做什么呀？不是为师的。不是您的，那是谁的呀？总不能是院长的吧？不会被我猜对了吧？司院长这样绝代风华的人物会与人定情吗？这也太扯淡了吧！陈清源没办法相信，可是于真然严肃的表情却让陈清源不得不信。师父，这是真的吗？很久以前，为师刚刚入门，便听说了这一件事情。2万多年前，道仪学宫主脉的二师兄一直追求着大师姐，据说每隔一段时间就当面告白，告白了足足500余年，次数也不下上千次。众人为其取了一外号，叫情痴。师姐，这枚玉佩是当年你赠给我的，为我护道，度过了一段艰难的岁月。情痴本来是一个流浪儿，扯上了大麻烦，危及到了性命。幸亏是遇见了年少时外出历练的阎锡梦，情痴这才化险为夷。阎锡梦赠了一块玉佩给情痴，可护其性命。这玉佩算是一道机缘，让情痴寻到了前往道仪学宫的路。此物应当归还于你，但我想留一点念想。未来的某一天，若到医学宫碰到了麻烦，或是你有需求，拿着半块玉佩来寻我，无论何事，纵舍了这一条命，也会办到。许下承诺之后，情痴走了，而这半块玉佩则一直被院长带在身上，当成是一个纪念。小子，院长为了你连这东西都拿出来了，一定要成长起来，不要辜负了院长和为师的期望。受宠若惊。二师兄虽比不上院长，但世上能胜过他的人屈指可数，有他为你护道，我等也可安心闭关。弟子该如何去寻他？你寻不到他的，玉佩易主，二师兄自有感应，会来寻你。弟子知道了。以后路上碰到陌生人，一定得小心谨慎，礼貌尊敬啊！说不准蹦出一乞丐，都有可能是传说中的二师伯。这孩子让院长多费心了。他是青宗的希望，也是道医学宫的未来。阎锡梦对陈清源有极高的期望。阎锡梦多次推演过陈清源的因果痕迹，可每次结果都一样，一片混沌。我有一事不明，希望院长可以解惑。想知道那个盒子的来历？是。盒内之物是一滴血。一滴血？什么血需要如此重视呢？太微之血。太微是谁？于山然哪会不知道啊？这可是人世间最后的一位大帝，诞生于100万年前。太微谷地的一滴血液，其价值之高绝对不亚于地兵。此事要是传出去，这一定会让无数的老家伙为之疯狂，不惜一切代价也得抢到手里。敢问院长，此物要交给谁？太微谷地的后代。那位居然还有血脉在世，对此我也感到意外。清源这孩子能扛得住吗？放心吧，此子气运通天，不会夭折。而且古河之事只有你我知晓，
闹不出太大的风波。这事儿能告诉老林吗？不能，少一个人知道，少一份泄露的风险，避免被天道意志捕捉到痕迹，又或者让某些老东西窃听到了。是。此时白燕宫有失有得，你小子的命是真好啊。嘿嘿嘿嘿，雪宫内的事情都办完了，你该出去了。于晨然一直压制着松动的境界瓶颈，必须要尽快闭关，不然这次机会错过了，这辈子可能都碰不到了。师傅，您老还有其他的交代吗？为师的家底儿估计还没有你多，别想捞到好处，赶紧滚蛋。行吧。本来还想从师傅这儿弄一些保命底牌，看这样子是没希望了。前往南域之前，先去看看老韩吧，也不知道老韩这些年过得怎么样。陈公子快快请进。贵宗不用兴师动众，我仅代表个人寻故友而已。来者是客，四圣宗岂敢怠慢了陈公子？老陈，老韩，你还活着，那就行了。看到老兄弟平安无事，陈清源心里踏实了很多，也不顾四圣宗高层的邀请，陈清源直接去往了寒山的住处。慕容家好像出事了。什么事儿啊？前几年慕容家族的领地出现了异宝，惹得各方势力觊觎。为了这个宝贝，慕容家死伤无数，到了现在怕是有灭族的风险。寒山的修为较弱，在四圣宗也没有什么话语权，对此无能为力。据说是慕容家族的先祖之物，具体是何物我就不太清楚了。慕容家族自己的东西，因为没有足够强的实力而落得这般田地。哎，慕容家曾与你结下一段善缘，你要不要去看一看？自然会去，尽力而为。祝你好运。老韩，四圣宗这些年有没有为难你？还好，你不用担心我，虽然我比不上你，但自保之力还是有的。啊，若是遇上了解决不了的麻烦，尽管向我开口。当然了，我不一定能帮上忙。陈清源不打算久留于此，他得尽快赶往慕容家族。既然得知了这个消息，陈清源自然是没办法坐视不理。北荒，北仓行域，交出宝物，慕容家还可延续血脉，若是不交，死路一条。家主，给他们吧。我等即便拼死守护，也看不到丝毫的希望。先祖遗物，咱们护不住啊。事到如今，慕容家若想留住血脉，只能妥协。族老们纷纷开口，士气低迷，不愿死战。一个家族的威严被这般践踏，可慕容家却没有反抗的能力。那种无助和绝望的感觉让每个人都抬不起头来。给吧，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。别人家的东西，你们有什么资格惦记？哪位道友何不现身一见？你是何人？他是陈公子吗？慕容家的某些长老曾经去过玄清宗，和陈清源有过一面之缘。此刻几位长老有些不敢确定陈清源的身份，渐渐面面相觑，表情惊讶。在他们看来，陈清源早就已经今非昔比了，哪里会来这么偏僻的地方啊？玄清宗陈清源，好熟悉的名字呀。一个小娃娃，难不成也想染指一宝？听到玄清宗这势力，他们下意识地认为陈清源只是一个普通修士，根本没当一回事儿。我虽然贪财，但还是有底线的，不像你们这样无耻。年龄不大，口气不小。小娃娃，让你的长辈出面，再来与我等商谈异宝之事。至于你，赶紧滚！众修士纷纷以为陈清源是想来分一杯羹，丝毫都没在意。让我的长辈出面，你们认真的吗？就凭你们这样的货色，道一学宫随便请出一位长老，都可翻手镇压。老朽拜见陈公子。哼，客气。敢问公子今日来此所谓何事啊？我与慕容文熙乃是朋友，听说慕容家碰到了一些麻烦，过来看看。公子愿意相助？
慕容家主像是抓住了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，眼睛里充满了希冀之色。请令而为。多谢公子。赶紧将东西拿过来，不要浪费时间。奉劝诸位一句话，不是你们的东西，那就不要染指，不然的话容易倒霉。装模作样，玄清宗而已，还威胁不到我。上！住手！老左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公子可是北荒十杰之一的陈清源？是。此话一出，众人皆惊。难怪众人刚才就觉得陈清源这名字很熟悉，他们根本就没有想过这闻名天下的盖世妖孽会来这儿，因而他们也没有在第一时间反应过来。老朽不知是公子驾到，失礼之处还请恕罪呀。我来此只有一个原因，解决慕容家族面临的困境。如果诸位想要继续的话，我可奉陪到底。我等不敢，若是早知慕容家与陈公子这份关系，再借老朽10000个胆子也不敢染指啊。走，告辞。越来越多的人离开，生怕被陈清源给惦记上，从而引来天大的麻烦。异宝虽好，但是没命享用那也是白搭呀。多谢公子啊，慕容家族永远铭记公子的大恩。不必客气。家主盛情邀请，想好好的招待一下陈清源。对此，陈清源则是以有要事在身为理由婉拒了。一点心意啊，请公子收下。不用。以陈清源贪财的性子，这次他竟然没收，这也确实是奇怪。今天的事情谢谢你了。举手之劳。这件事对陈清源来说确实是一件小事，可对慕容家族却是大恩。给你。什么？欠你的零食，现在全部还给你。以前慕容文熙故意欠这一部分，以此作为理由和陈清源相见。现在他决定还清债务，了断心中那一丝不切实际的想法。好，走了。望着陈清源远去的方向，慕容文熙久久没能收回目光。也许这是他这辈子最后一次和陈清源相见了。你站在高处，我连仰望你背影的资格都没有，哪敢有其他的想法。东土佛寺站在梨花宫的山门处已有5年。据说佛门与梨花宫有着旧怨，佛子此举是什么意思？低头吗？佛子想求见梨花宫的圣主，遭到了拒绝，他不肯放弃，一等就是5年，现在还没有离开呢。佛子这在干什么？对佛子的举动，陈清源暂时是猜不透的，但是反正已经来到南域，以后肯定会碰上佛子，到时候直接问他：兄台，要不要请我喝杯酒？我为何要请你喝酒啊？我观兄台气宇轩扬，气质出尘，这定是世上少有的豪杰，仅是一眼，我便知与兄台有缘。如此幸事，岂能不饮酒畅谈？类似的话，黄星眼说了数十上百遍，只要看到陌生人，他就用这样的伎俩去哄骗，以此讨得这么几杯水酒喝。你很会说话嘛。陈清源可不相信一个凡人能看破自己来历，不以为然。哈，在下黄星眼，不知兄台你如何称呼啊？老九。如今能和九兄相识，乃是人生一大幸事啊。连喝几杯酒水，黄星眼说着客套话，满脸的笑意。小二，再来几壶酒。陈清源对黄星眼并没有讨厌的感觉，反倒很想和他认识一下。客官，这个人啊是个有名的赖皮啊，不要被他骗了。你这小厮胡说八道！九兄啊，你可别轻信那些谣言。当然不会了，今日我做东，请你好好喝顿酒。九兄慷慨，在下钦佩。四周众人看着这一幕，皆认为陈清源有些愚蠢，竟然和这样的酒鬼相谈甚欢。老实说吧，我以前为了喝酒，确实对很多人说过客套话，但是我是真觉得九兄你气质不俗，肯定不是普通人。酒楼内的陌生人还是有不少的。黄星眼第一眼就注意到了角落处的陈清源，上前攀谈。
看到陈清源的一瞬间，黄星眼就有一种仰望云层的感觉。黄兄客气了。九兄，你要是不嫌弃，可以去在下家中做客，喝杯茶水。嘿，可以。粗茶一杯，希望九兄别嫌弃。不会，我觉得很好，谢谢了。这地方简陋啊，只能委屈九兄跟我挤一间房间了。当然，要是九兄不习惯的话，这附近还有一间客栈，肯定比我这要舒服多了。没关系。那就好。黄兄，以前你练过武吧？练过几天。你的体格很好，为何不找一份谋生的差事？以前找过，可是太累了，还是现在这生活比较舒服，无拘无束，逍遥自在。话虽如此，可黄星眼的眼睛里明显浮现了一丝复杂的神色，看来他的过去也没那么简单。两人又扯了一会儿，屋内就响起轻微的呼噜声。黄星眼喝了酒，一下子就进入了梦乡。让我看看你究竟是何来历。陈清源对这人产生了较大的兴趣，施展道术，准备推演黄星眼的过去。也是一个可怜人呢。推演结束的那一瞬间，似是有诡异的力量一闪而逝，会是错觉吗？再试一下便知道了。随后，陈清源再次动用道术，重新推演黄星眼的因果痕迹。而在即将推演结束的时候，陈清源脸色一变，这次可以确认，这不是错觉。一个凡人怎会沾染了如此诡异的因果？那一丝因果痕迹让陈清源感到心悸，甚至是窒息。如果强行捕捉那一丝痕迹，很可能会惹祸上身。这家伙有些怪异啊。陈清源坐了一个晚上，在研究黄星眼这个人，他思考着那一缕可怕的因果。第二天，九兄啊，你昨天晚上没休息啊？我不累。我这家里没余粮，怕是没法招待九兄了。无妨。恕我直言啊，九兄，你应该不是凡人，是修行者吧？昨天有这酒意并未多想，可是现在回想起来，陈清源无论是气质和谈吐皆和凡人不同，这就让黄星眼有了一个猜测。是。嗨，我以前见过修行者，对凡人不是很友好，不像九兄这般随和。黄兄没尝试踏入修行之路吗？以陈清源的观察，黄星眼的身体状况极好，按照道理来说，这成为修行者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儿。就算黄星眼再没有修炼天赋，也可以稍微往上爬一爬呀。试过很多次了，但是一直没有办法引其入体。哦，我这有一门上乘的入道之法，黄兄可以试一试。道一学宫的入道之法，引灵诀。此法并没有高深奥妙的东西，仅是能和天地灵气沟通，即使是一个十分寻常的凡人，也可以触及到一丝灵气，不需要灵根。这可以吗？你我有缘，不必客气。多谢九兄了。黄星眼盘坐于地，开始按照引灵诀的步骤来修行。陈清源则是站在一旁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，倒要看看黄星眼的身体具体是什么情况。游荡于天地间的灵气仿佛没有感应到黄星眼的召唤，并没有靠近过来。奇怪了，牵一条狗过来也可以开来灵智啊？难道黄星眼是那种亿万中无一的废体吗？真正的废体连废灵根都没有，就像是被这片天地遗弃了，不在五行之中，游离于大道之外。我这辈子还是头一回碰到真正意义上的废体。如果他是一个废体，为何能够成为南楚国的镇国将军？天生神力吗？这人真是奇怪啊。黄星眼满头大汗，衣衫也被汗水湿透了。纵然他很努力了，可还是没有办法让灵气入体。让九兄失望了。你休息一会儿，咱们待会儿再试一下。这不用了吧？多次的失败让黄星眼看不到丝毫的希望，他准备放弃了。这次我帮你，
这会不会对九兄身体造成影响啊？不会。那行，那等下咱们再试试。如果要是又失败了，还请九兄别怪罪啊。可能我这人天生如此，没资格成为修士。难道真的是缘分吗？可能吧。废物到一种极致，那就不再是废物了。类似于黄星眼这种人，可比顶尖妖孽还稀少呢。他怎么能不让陈庆元想一探究竟呢？我休息好了，咱们开始吧。黄星眼再次运转引灵诀，来。只见陈庆元左手举过头顶，稍微施法，诸多的天地灵气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，让简陋的木屋直接就被灵气覆盖了。同时，陈庆元将灵气直接包裹住黄星眼的身体。这样的手段就已经等同于直接传道了。大街上随便拉一个人过来，都可以引气，踏上修行之路。然而黄星眼还是和往常一样，身体没能将灵气吸收进去。我就不信这个邪了。八方神土，前门大开，射！随着陈庆元再次出手，灵气直接钻入黄星眼的体内。哪怕是黄星眼什么都不做，也可以趁势踏入后天之境。可是接下来的情况却是让陈庆元直接就懵了。灌注到黄星眼体内的灵气绕过经脉一圈，竟是没有丝毫损耗的重新回到外界。这种局面相当于陈庆元直接把饭喂到黄星眼嘴里，可愣是被黄星眼给吐了，甚至连胃里的残渣都呕了出来。只是这种事不可能发生，但是黄星眼却偏偏做到了如此离奇之事，这让陈庆元内心凌乱，许久都没能平复。九兄，九兄！过了很久之后，黄星眼已经醒过来了，他轻声呼唤着正在发愣的陈庆元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倒是让九兄白忙活了，抱歉了。无妨。何止是白忙活呀，这简直就是血亏呀！唉，黄兄，估计你这辈子只能这样过了。那一丝诡异的因果让陈庆元暂时弄不清楚，也不想去管了。估计黄星眼这家伙被天地法则遗弃了吧，所以沾染了一丝大道之外的因果痕迹。我现在这生活还过得去，已经知足了。黄兄，我恐怕不能与你饮酒畅聊了，耽误九兄的宝贵时间了。今日一别，怕是很难再见了。保重。下一刻，陈庆元从原地消失了。九兄，希望我们还能再次相见，谢谢了。此子废得也太彻底了，不太对劲。以二师伯的能耐，自然发现了黄星眼身上的诡异因果。不过二师伯也搞不懂这东西到底是什么。世上总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，不必纠结。早在陈庆元离开道医学宫那一刻开始，二师伯就感应到了半块玉佩，从而领会到了院长的意思。他暗中为陈庆元护道。前面应该是梨花宫的领地。来都来了，陈庆元打算绕一段路去看看佛子。佛子？陈施主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过来看你的热闹。讲讲。讲什么？讲你为何要站在这里不肯离去。解决佛门与梨花宫之间的恩怨。在来之前，佛子和老和尚交谈了一番，如果佛子真能化解这往日恩怨，那么老和尚当然乐意，只是就怕佛子没这能耐呀。原来是这事儿啊！你这样瞎站着，500年估计也进不去。陈庆元弄清楚了事情缘由，他觉得佛子的举动有些蠢。当年梨花圣主立于佛门300年，苦等而未果，若是能够化解双方的恩怨，贫僧等待500年也不是不可以。佛子性子很轴，愿意替老和尚承担这份因果。哼，厉害。这里没什么热闹可看，陈施主还是去办正事吧。我比较好奇一件事情，你师父与梨花圣主曾经定下了结为道侣的约定，为何你师父反悔了呢？其中的隐秘
外人不可得知。陈清源觉得佛子肯定知道了什么，这才来到梨花宫，欲要化解旧怨。此事也不是什么秘密，告诉陈施主也无妨。当年的那尊魔头，陈施主可还记得？自然记得。100年前，陈清源奉师命前往东土，协调佛门镇杀魔头。虽说灭魔的过程陈清源不太清楚，但是佛门却说自己帮了很大的忙，赠上了一颗无上佛珠。因为那尊魔头，师父不得不放下儿女私情，重回佛门。接下来，佛子将那段过往一五一十地告诉给陈清源。竟是这样。阿弥陀佛。所以你是想将此事原原本本地告诉给梨花圣主，以此来化解双方的误会？佛子轻轻点头，没有隐瞒。我有一个疑问，还请佛子解答。这些年来，梨花宫可有害过佛门的弟子？没有。回想了一下，佛子从未听说过。梨花宫有没有向佛门发过难？无。这事儿就奇怪了。倘若梨花圣主真的记恨佛门和你师父的话，不可能井水不犯河水吧？当初百脉盛宴开启的时候，梨花宫的弟子顶多就是调戏一下你，想要你出糗，并无害你之意。这……佛子的眉头微微一皱，回想起来，他确实是有一丝疑惑。咱们大胆猜测一下，以梨花圣主的能耐，难道查不到当年的佛门之事吗？陈清源身在局外，很多事情他能看清楚，不像佛子当局者迷。你的意思是，梨花圣主其实什么都知道？据我所知，梨花宫以前顶多是南城的一流势力，后来柳南生成了圣主以后，大刀阔斧，横推八荒，直接让梨花宫成为了南城的第一势力，地位不可动摇。你觉得这样的人物查不到佛门内部之变吗？是啊，以梨花圣主的本事，想查到此事根本不难。也许正因为是知道，所以梨花宫没有刁难佛门，最多只是门内弟子替圣主感到不值，最多就是调戏一下佛门弟子，却从未有过杀心。若真是如此，那贫僧站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呢？老和尚与梨花圣主皆是世间的顶尖人物，他们其实很清楚一点，有些事情错过了，那就是真的错过了，不可能回头。陈清源仿佛看懂了这两位大人物心中的想法，不见可能是目前最好的选择了，见了也是一句问好。容颜逝去，青春不在，各自有着责任，相见也不可能回到年少之时。